曾經的走進科學節目可謂是風靡全國，每到夜晚家家戶戶都會蹲守在電視機前，觀看着全國各地發生的離奇事件。詭異的背景音樂搭配上獨有的陰間濾鏡，讓節目中的每一個故事都充滿了玄幻。但不知何時走進科學卻停播了，是因為觸碰到了某種禁忌，還是由於內容過於離譜呢？今天莫言就為大家盤點營銷號鼻祖走進科學中的奇葩事件，排名不分先後，上榜各憑本事。第一名，从天而降詭異的藍色冰塊，天降神秘物體引得村民驚慌，剛開始的時候還以為是某種危險品，使得附近居民沒人再敢上山。最後幾個大膽的壯年決定一探究竟，結果在山腰上找到了2個散發淡淡熒光的冰塊。此時村民們雖然好奇，但卻無一人敢上前。糾結半天後，還是選擇把冰塊運回到村子裡。當天村民們聚在一起開始商討，首先排除了冰雹的可能性，因為那天萬里晴空，不是雨雪天氣，其次也不是有人刻意丟在山上的，畢竟有上百號人親眼目睹神秘藍冰從天而降。這個時候，一位見多識廣的老爺子站了出來，並說到眼前的神物絕對是傳說中的無根之水，吃上一口延年益壽，舔上一舔包治百病。走进科學欄目組得知消息後，立馬前來採訪，用了足足2集講述了整個過程和無根水的傳說。在第3集終於搞清楚了神秘藍冰的來歷，原來是民航客機上乘客的排泄物。我也舔了，我舔之後還是鹹的還是苦的。第2名，吸血鬼。一男子表示自己有一種獨一無二的特異功能，他可以隨時從身體的任何部位吸出鮮血，詭異的是不會留下任何傷口，鮮血就像是憑空出現的一般。很長一段時間裡，男子都被身邊人稱作吸血鬼。走進科學採訪時帶來了10幾名專家學者，一番研究之後都沒有得出科學的結論，並且在隨後的節目中用了整整1集的時間講述吸血鬼的歷史，將恐怖的氣氛渲染到了極致。結果在口腔醫生的診斷下，真相終於水落石出。原來這名男子患有極其嚴重的牙齦出血，別說咬自己的胳膊了，就算咬一塊板磚也有相同的效果。第3名，小臉一紅的肉靈芝。一名農戶在老家打井的時候挖出了一個神秘物件，它柔軟細膩，表面光滑，粗細不同，中間有一條貫穿前後的孔洞，並且孔洞內有顆粒感。村裡的老人看到後直呼不可能，說到眼前的東西絕對是天生地養的神物太歲，服下之後有着強身健體的功效。這個時候一名女記者聞風而動，殊不知這一天將成為她一生的污點。葉姓女記者通過電話向專家描述了太歲的外形和體徵，最後专家表示這極有可能是肉靈芝。隨後記者用了整整20分鐘科普了肉靈芝的生長環境和功效，並說到當年秦始皇為了長生曾花重金求購，可在節目播出後，这位女記者的世界觀崩塌了，隨之崩塌的還有她的職業生涯。原來專家吹噓半天的神物其實是某個負心漢丟棄的特殊用品。第4名，孝順的孫女。農村一老人經常出現無故自燃的情況，他的隨身衣物時不時的會莫名的燃燒，所有人都搞不清楚其原因。走進科學欄目組更是一頭霧水，畢竟營銷號也不是什麼都懂。隨後專家們懷疑老人的衣服上可能有磷這種物質，畢竟磷的燃點非常低，哪怕是輕微的摩擦都有可能燃燒，但隨着化學分析後排除了這一可能性。接着節目組便認為是鬼火或者球狀閃電在作祟，於是用了整整2集的篇幅去描述鬼火以及球狀閃電，搭配上獨有的恐怖背景音樂，一度讓所有人都相信了。但最後事情的真相卻離了大譜，原來老人的衣服是他孙女用打火机點燃的，原因則是孫女想要在外打工的父母多回家看看他們爺孫2人。不得不說，你可真是個大孝子。第5名，工廠裡的不明飛行物。一家普通的工厂在查看監控的時候，發現了一個詭異事件，那便是一到夜晚就会出現会飛行的棍狀不明物體，它表面带有不規則的透气。咱們先聽一下專家是怎麼解釋的。这個飛行物挺怪異，從形狀，到它飛行的狀態，都挺特殊的，跟這個就是國際上，那類叫飛棍的，就是不明飛行物，特別的相似。好家伙，原來這竟然是傳說中的外星飛船，但此解釋似乎也太經不起推敲了。畢竟工廠一晚上少說能拍下幾百個神秘飛棍，什麼時候 UFO 變得如此廉價了？最後在賣監控設備的老板那裡，我們得知了真相，詭異的飛棍就是普通的飛蛾。原來工廠安裝的攝像頭配置過低，拍攝的帧數只有每秒10帧，所以飛蛾飛過去之後會留下殘影。想到這裡，不得不佩服主持人張騰岳，他到底是怎麼忍住不笑的呢？